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慢食慢语。今天我给大家做一个提拉米苏蛋糕。首先要说明呢，今天我做的并不是经典的提拉米苏，因为提拉米苏的传统做法呢是放在容器里头咬着吃的，而不是像这样挺立的蛋糕的形式。不过呢，我觉得把它稍微的花一点心思，可以变换成一个这样的蛋糕的样子，然后吃起来还是提拉米苏的那个非常美好的味道，这样也是不错的。而看完这一集慢食慢语之后呢，你们也会发现其实做起来一点都不难。下面首先呢，我们要做一个海绵蛋糕作为基底。做这个蛋糕的材料只需要有低筋面粉、黄油、香草精、细砂糖和鸡蛋。之前呢，慢食慢语中有一集是专门讲经典海绵蛋糕的，在那一集中呢，我有非常详细的讲解海绵蛋糕怎么做，所以呢，今天就只是简单的示范一下。首先把鸡蛋磕开，用除湿机打到起泡的程度。如果你用的是手持式的打蛋机，你可以把鸡蛋事先用水浴的方法加热到温热，再来打发，它会比较好打。不过除湿机可以省掉那一步。然后呢，把细砂糖分3次加入到鸡蛋中，一直用中高速来打发。打到这个鸡蛋液体积变得很大，颜色变得很浅，然后表面出现了很明显的纹路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可以换成低速，再打一会儿，去掉它里头过多的大气泡，让蛋液变得更加细腻。打到最后呢，就是这个蛋液提起来滴落下来形成的花纹可以保持住，就是这个程度就可以了。下面把香草精加进去，然后把低筋面粉过筛，分3次加入到蛋液中。每次加入一部分面粉都要用刮刀来翻拌。翻拌的手法呢，还有其他一些注意的细节，大家都可以去看之前的经典海绵蛋糕那一集。在搅拌面糊之前呢，记得要把烤箱打开预热，预热到180度。把面糊基本拌匀了之后呢，黄油放进微波炉转上10几20秒融化，然后倒一部分面糊进来，先和黄油拌匀，再把剩下的面糊也倒进来，彻底的拌匀。现在拿一个蛋糕模具，这个模具用7寸或者8寸的都可以。模具的内壁呢，我抹过一层黄油，底上也铺了烘焙纸。把面糊倒进模具里头，倒的时候速度可以稍微慢一点，这样在倒的过程中，里头过大的气泡就会破掉，让面糊更加细腻。倒完之后马上震2下。放入预热好的烤箱，180度烤半个小时。半个小时之后，蛋糕烤好出炉了。出炉之后呢，要马上震2下，震掉里头的热气，然后立刻把它倒扣在架子上晾凉。蛋糕一定要彻底的晾凉到室温之后再使用。现在呢，再来看一下，除了蛋糕基底之外，其他的材料需要有浓咖啡、马斯卡彭芝士、鲜奶油、意大利杏仁酒、可可粉，还有糖粉。首先呢，这个浓咖啡你可以事先泡好，也是让它放凉了待用。咖啡一定要浓一点，这里我用的是2杯 espresso， 然后往其中倒入这个意大利杏仁酒。这种酒呢叫 Amaretto， 它是有很浓郁的杏仁的香味的一种甜酒。你可以把它换成朗姆酒或是白兰地，或是不加酒精也可以，但是如果你想要吃到味道很特别的这个提拉米苏蛋糕，就可以试试加入这种酒，它会给这个蛋糕增加一种与众不同的香气。下面我们来打发这个 mascarpone， 就是马斯卡彭芝士，记得事先要室温把它软化一下。放入除湿机，加入糖粉，用中速打发至顺滑就好了。这个马斯卡彭芝士呢，也是可以用奶油奶酪来代替，
但是最好不要，因为它的酸味不像奶油奶酪那么重，而奶香味又更浓郁一些，是特别适合做成甜点的一种芝士。不需要打很久，大概10几20秒钟就够了。等它顺滑之后，就可以把这个鲜奶油倒进去，然后继续中速来打发。打一会儿，中间可以拿刮刀刮一下碗壁。这个奶油的打发呢，之前我也是讲过很多回的，就是它容不容易打发和里头乳脂的含量是有关系的。不过在这里不用担心，因为它和这个马斯卡彭芝士混合之后是非常容易打发起来的，用手打也是完全可以的。用机器的话也要小心，不要打过头，大概不超过半分钟就可以了，非常的快。打发到出现明显的纹路的时候就停下来了，然后把这个打好的芝士和奶油呢，先分出一半来放在一个碗中，在剩下的一半中加入可可粉，用蛋抽或是刮刀把它拌匀。现在呢，你就有了2份的这个芝士和奶油，一份原味的，一份可可味的。现在来看蛋糕，这个时候蛋糕已经完全彻底的冷却了，把它脱模，然后就来切了。拿一个这种锯齿刀，在蛋糕的腰上呢，先找到一半的位置，然后浅浅的划出一个印子来，边划呢边转动这个盘子。等到它周围都划满一圈之后呢，你慢慢的把刀往中间深入，然后继续的转动盘子，这样可以让你很均匀的把这个蛋糕拦腰切成2半。现在呢，把这个一半的蛋糕还是用同样的方法，再把它切成2半。底下还有一张烘焙纸，别忘了撕掉。所以最后这个蛋糕是被分成了4等份。现在就可以开始组装了。我把最上面的这一片，它稍微有一点凸起的这一片蛋糕呢，放在最下面，把刚才准备好的咖啡用毛刷均匀的在上面刷一层。然后把这个可可味的芝士奶油混合物先涂抹一半在这个蛋糕上，用刮刀大致的抹平就可以了。下面呢，放上另一片蛋糕，依然是把咖啡用刷子刷上去，然后再把原味的芝士奶油混合物涂抹一半在上面。因为这个奶油比较厚重，你抹的时候呢，可能会觉得蛋糕屑很碍事。这个时候你可以分2次，第一次呢，先薄薄的抹一层奶油，把这个蛋糕的碎屑封在下面，然后第2次再厚厚的抹一层，用刮刀抹平整。这样依次的再把第3片蛋糕放上去，依然是刷上咖啡，然后抹上可可味的奶油。最后就是第4片，第4片蛋糕呢是之前的蛋糕底，把它平整的那面朝上。现在依然是刷上咖啡，然后抹上一层原味的奶油，先抹一层比较薄的，然后剩下来的奶油呢，我们想要用它来装饰一下蛋糕，所以把它装在这个裱花袋里头。前面套上的是一个圆形的小的裱花嘴，把这个袋子套在一个容器上，把剩下的芝士奶油混合物倒进去，然后就这样简单的在这个蛋糕上挤出一些这个圆尖尖来装饰它。在挤花的时候呢，你是先把蛋糕上面分成4等份，然后在每个空缺的正当中挤一下，这样就是8等份，接下来就是16等份，就这样你可以挤得比较均匀。全部挤满了之后，这个时候呢，你最好有时间的话，把蛋糕放到冰箱去冷藏，大概3-4个小时，让它的味道融合一会儿，之后再吃味道会更好。
在上桌之前，可以在表面再筛上一些可可粉。自家做的蛋糕呢，我喜欢就让它保持这样比较原始质朴的样子，就不给它太多的装饰，这样反而呢会让人更有亲切感。最后再撒一些糖粉上去，这样蛋糕就很漂亮了。蛋糕切开来之后呢，会看到里面是层次非常丰富的，有原味的海绵蛋糕，有马斯卡彭芝士，有鲜奶油，有可可粉，有咖啡，还有杏仁酒。这些材料组合在一起呢，给你的感受就是经典的提拉米苏的那种非常香甜的丰富的滋味。不过只是换一个做法，就可以很简单的把它做成一个蛋糕的形式，也算是在传统的基础上有一点小小的变化吧。希望大家喜欢这一集慢食慢语，欢迎大家到微信还有微博以及各种社交媒体上来关注我，屏幕上有微信和微博的二维码，扫一下就可以加关注了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呢，请在下面点赞并订阅我的个人频道。如果你看完这一集觉得不是很喜欢呢，你可以去看一些其他的主题，相信看完之后你也会喜欢的。最后谢谢大家的收看，咱们下一期再见。